说来好笑，小的时候被老师强制每天写日记，半天憋不出个屁。长大了，但是隔段时间就想说说内心的想法，有种不吐不快的冲动。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，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到天凉好个秋。感觉自己内心一肚子话，却找不到人倾诉。最后一声叹息，秋天天气不错，而后继续苟活。现实中的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？看看地铁公交上每天拥挤着去上班的人们，从眼里有光到渐渐暗淡，最后到麻木不仁。我们每个人犹如人肉电池，休息完充好电，第二天被工作抽取电力，如此往复。就算如此，还担心有一天年纪大了，失去作为肉身电池的资格。大体就如鲁迅说的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。上次发骑车视频已经是年前了，到现在过了3个月了，短短几个月期间又经历了很多事情，跟大伙说说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离奇的事情。前面提到我自己从研发公司被毕业后，一连几月投简历无果，最后赶在过年前入职了一家行业里第三方派遣公司。转过完年来，派遣合作方突然宣布合作到期，打得我一个措手不及。公司本部那边暂时也找不到可以安排的岗位，只能无限期停薪留职，具体什么时候等通知。行业现在整体下行，外面找工作的人超级多。打开某招聘软件， HR 每天的回复量都是100家以上，自己的简历想要在这么多人当中被挑中概率很低。很多公司根本不缺人，更多的是公司在刷存在感。作为一个要挣钱养家的中年人，房贷加娃子，每个月准时的还款和扣款短信，不断提醒自己缺钱的窘境，是否是时候考虑其他赛道。梳理了一下自己喜欢做什么，再来匹配合适的岗位。想到自己喜欢骑摩托车，看看有没有匹配的岗位。找到2个卖摩托车，还有1个招聘摩托车教练的岗位，马上发消息骚扰下。那个招聘接收教练的要求写得很简单，骑过大牌摩托就行，说还可以培训3个月。对方很快回复约定时间，让我过去面试下。正好遇到下小雨，我正犹豫骑车还是开车过去面试，心想还是骑车吧，显得自己专业。到了才知道，对方招聘的是要水平很高的人，要在学员面前展示高超技术，像摩西过弯、翘头、滑台等，靠技术吸引学员报名。我想象中工作像辅助学员考证，摩托车基础操作几步，骑车安驾意识，摩托车过弯基础，我还可以参与下。结果要玩这么狠，我一个骑巡航车老头乐得显然不符合，去吧台点了杯柠檬茶缓解尴尬，最后只能悻悻冒雨回家。发现附近健身房还有教练助理岗位，我还以为是辅助学员锻炼，毕竟之前自己好歹也在健身房兼职锻炼过1年，还是有一些基础，简单的辅助一下还是没问题。询问过后才知道，就是个业务员的岗位，还以为能蹭到免费的健身机会，想着自己不是还会开车吗？要不试试滴滴或是送货司机吧。现在很多招纯司机开车的，那就先咨询看看。找了家看着像滴滴公司自营的问下，刚发过去消息，招聘软件上招网约车公司业务的 HR 好似对我发起了进攻，一下子20-30条消息涌进来，还一连骚扰几天。如果不小心点进去看了，对方还会追问原因。自己以往经验来说，如果感觉有陌生人特别热情，就感觉有坑。后面搜到类似货拉拉司机岗位，当时看工作环境简单，也没这么大压力，上面介绍到待遇也还行，就此新坑开始。初到一个陌生的行业，被人忽悠就再正常不过，上来就给你一套计算，每天可以跑多少趟，每趟多少钱，还不需要自己装卸，多劳多得，1个月能挣到多少多少，还保证每天安排足够的货给司机拉。自己没车的话，每月车险和租车需要扣掉部分费用，从自己每月收入里扣。后来被忽悠提个新车，车况有保障，每月车贷还的钱同租车差不多，
后面不想跑了，可以把贷款事宜转给公司，跟个人没关系。想着工作简单，虽说对比之前收入要少，但没这么工作压力，也迫于经济压力就同意了。后面就各种配合对方公司办理手续，拍照、录身份证、驾驶证、查征信。第二天看到贷款短信通过后，正好短视频刷到很多人也遇到类似情况，本来是找工作变成背上贷款，名义上是货运公司，实际是卖车公司，内心感觉有些不安，反复跟对方确认车子贷款不做了，可以转移给公司后才放心。正好之前公司那边有消息，有新的派遣工作可以安排，在清明节后可以去上班，正好还有几天时间档期，可以跑下货运看看具体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。贷款的车子在我的催促下，车子很快下来了，安排附近仓库第二天上岗。晚上把车子拉去充电桩充满电。不抽烟的我还特地买了包烟，按要求早上6点开到。想着工作简单，虽说对比之前收入要少，但没这么工作压力，也迫于经济压力就同意了。后面就各种配合对方公司办理手续，拍照、录身份证、驾驶证、查征信。第二天看到贷款短信通过后，正好短视频刷到很多人也遇到类似情况，本来是找工作变成背上贷款，名义上是货运公司，实际是卖车公司，内心感觉有些不安，反复跟对方确认车子贷款不做了，可以转移给公司后才放心。正好之前公司那边有消息，有新的派遣工作可以安排，在清明节后可以去上班，正好还有几天时间档期，可以跑下货运看看具体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。贷款的车子在我的催促下，车子很快下来了，安排附近仓库第二天上岗。晚上把车子拉去充电桩充满电。不抽烟的我还特地买了包烟，按要求早上6点开到附近仓库。第二天一大早过去，已经很多人在开始工作了。上头老板安排我跟一个司机先熟悉工作流程，自己当个免费劳动力，大致就是我们使用过的社区团购模式，提前1天购物，第2天送达。货物需要司机清点、装车和送达，要避免配送的货品有遗漏和送错。结果还是自己不小心投递错了物品，又得开车回去调换回来，要不会被投诉罚钱。连续跟了3天车，熟悉流程和路线，配送成功一件菜品大致在3毛钱。新手前期不熟练的情况下，一上午大概只能配送到400-500件，一上午大概收入只有100多。想要拿到200-300收入，要非常熟练，配送数量1000件以上，能满满载一车。要跑的配送自提点多达几十个。下午说好的车队派单，问过负责人，回答就是等仓库熟悉后才能去跑。我已经隐约猜到，没有所谓的固定单，所谓的车队单就是在货拉拉或是省平台上抢单，还是决定回公司外派那边上班。就跟货运老板提出不合适不想做了，老板果然推荐我去跑平台，让我尝试1个月，到时不想就同意退车。当时车子是自己同意贷款的，才做几天就不做了，感觉有愧，只好答应。车子所有人是公司货，贷款在我的名下，又让我感到不安。生活就是这么流氓，从一个坑到另一个更大的坑。先这样子吧，生活还要继续。也许我们没必要这么认真，这就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场游戏，体验不同人生经历，也算是另一种收获。最后祝大家平安，世界和平 ，Peace。